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来自于我们的车手不需要女人啊，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合金弹头插带的1v2版本啊。这里面不跟大家伙呜呜玄玄的啊，不是跟大家伙嘻嘻哈哈的。这个游戏啊，大家伙本来就了解啊，二代和插带呢，虽然说啊。整体的主线剧情一样，但细节不太了解。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玩二代比较多，有的人玩插带比较多。但事实上呢，插带确实是二代的这个优化版啊，包括咱们那个叉就是7代的这个优化版啊，也不能叫优化。总体来讲呢啊，这个游戏各有各的这个玩点。然后二代呢是遵循着原版的这种感觉，有一定的卡顿。插带呢修复了很多的小 bug， 然后呢好多的内容也改变了啊。整体来讲呢，我个人感觉对于新手来说啊，插带呢是比较难的啊。当然也不能说二代就简单啊，就是看什么玩法。那今天呢给大伙表演的这个呢是1v2版本的这个进载具啊。跟大家伙讲，很多人说，哎，他又不是3进，他又不是什么，对吧？进人质，又进那个子弹，或者说进刀，啊，也包括像什么这个进雷，是吧？他光这个进，对吧？他光进这个载具有什么难的？哎，这点呢，就跟大家伙不是跟大家伙嘻嘻哈的啊。载具呢是这个游戏当中最赖的这个一个设定之一，很多人都了解啊。基本上有一个载具，高手就真的可以随随便便一命通关。这点跟大家伙说清楚啊。有了这个载具，你跳来跳去，你就可以无敌，对吧？啊，当然咱们玩这个合金弹头3代呢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载具，因为你一定要进载具的嘛啊。虽然说你可以第一时间给它废掉啊，或者说是对吧？你最后火星大脑他抓着一个坦克，他最后一滴血他也废不掉的，你最后还要跳进去啊。所以说3代呢也不能叫伪进啊。3代的话进也可以，但是一定要说好规则啊，就是比如说他强制剧情让你进去的那个不算啊，那就没办法。那么插带呢无所谓，插带的话呢是真的可以随便进啊。这个，因为你真的可以不吃这个东西。然后呢，咱们可以看到啊，第一关啊比这个2代的原版啊要难得多啊。2代原版的第一关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96的这个大飞机啊，也就是说第3关火车上的那个 BOSS 一样的感觉是吧？啊，但事实上呢，它又不是，但它这个它长得像啊，但是它又没写。它就是这个左右不一样啊，反正呢比这个双形态的 BOSS 呢要简单一点。那这个呢虽然说也是这个阿拉伯的一个王子是吧啊，但是呢它就简单的多啊，不是这个困难的多，因为它有双形态。不过呢，由于咱们不进雷也不进子弹，你就可以咣咔咔就是一顿整就干呢啊，所以说也没多难啊。反正呢就是一顿扔。这个高手呢，你明显看出来他的熟练度啊，那不是咱们这种民间高手玩家就能表现出来的。他的熟练度就是基本上，这个敌方射出的这个子弹啊，他这个弹道啊，都已经完全的可以通过自己的走位来这个去躲，就是一点一点往前蹭。最终呢，也是用极高超的这个射术啊，比如说这个包括扔手榴弹这个技术呢，直接就把这个 BOSS 给秒掉了啊，相当于秒掉啊。当然呢，由于这个秒还是需要时间，它不像那个三国战记秒杀那种升级爆气，那个叫瞬秒，这个呢就是利用火力啊强行输出，基本上 BOSS 还没有反过来，还没有用一些比较赖的这种招式啊，就基本上对咱们秒掉了啊。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这个有很多的视频呢，很多人小狼为什么有好多视频你不说了啊？这个确实是不太好说。那么最近呢，又有一部这个《三国战记》的黄忠摊分啊，它是一命摊分啊。虽然说极限应该是1币啊，但是一命的话也有一命的玩法。那么这个一命摊分呢，大概是4个多小时，反正我估计大家伙应该不是很想看啊，除非是那种睡不着觉的啊。当然呢，看的话呢，你要给它分成10个单元，我估计。啊，这个大家伙才能看下去，对吧？然后呢，再给它做成一个合集，甚至是你把它拼一块儿，然后做一个完整版，那就无敌了啊！那就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了啊！好，当然呢，在这里呢，闲话不多说，合金弹头系列呢一直都是高人气，我狼呢基本上做的也差不多，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进载具的啊。虽然说以前也有人进过，但是进载具的话呢，它居然只用了35分钟。就通关啊，就35分钟左右，不到35分钟啊，所以说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啊。进载具的话有几个难点，你比如说，尤其是最后一关啊，就不用说了，最后一关不用载具确实很难。很多人说
难不到哪去啊，因为最后一关本身，对吧？本身它就是这个前期就没有载具，很多人对吧？他还没等对吧？载具刚出来，就是载具还没出来的时候 ，BOSS 已经快死了啊！载具一出，基本上 BOSS 就死差不多了。但是你要忘记了一件事啊，这个可是1v2版本啊！大家伙可能不了解1v2版本和对吧原版是有什么区别？虽然说都一样啊，对吧？就是一个人打2个人打的这个怪和这个 BOSS 的这个血量。怎么说呢啊？这个 BOSS 的血量是双份血量，它虽然说不是真2倍的血，但是它确实是这个比这个一个人打的血量啊要多很多。所以说呢，你也看得出来啊，这个1v2版本呢，当然呢，在某种意义上呢，它补给呢也是双人的补给啊，对吧？你比如说尤其是你像《三国战记》就了解了，如果一个人玩是吧，他给你的是正常一个人爆的这个东西啊，包括你貂蝉只给你太平要术，不给你太平清凉，但是你双人的话就不一样啊，给你的补也特别多，每一个 BOSS 啊给你补也特别多。合金弹头呢，其实啊，它虽然说不能3个人玩，也不能4个人玩，双人玩，但是呢，它这个难度啊真的是超级的大。它不像说你玩恐龙快打1v3版，对吧？恐龙快打1v3版的一命呢，现在有很多大神都可以出，但是1v2版本的合金弹头啊，我跟你讲，大神呢，当然也更简单啊，一命啊，这个啥也不进。但你如果要是对于新手来说，那的确是噩梦啊！我相信有好多小伙伴，就连我在内啊，就合金弹头2代，我玩普通难度，大家伙儿记住啊，我玩普通难度，我当年在街机厅里面，我最好的这个成绩是什么？是一命到了倒数第2关的这个中间部分，然后呢，在 BOSS 处呢直接全死啊，3条命全死啊，这就是我最好的成绩了啊！但是 X 啊，这个也就是合金弹头插代呢，就不用说。但是呢，如果玩困难难度，我可能第3关我都过不去。我实话实说的啊，就是一币啊，第3关我都过不去，就可想而知啊，这个困难难度有多难。那1v2版的话呢，那就是困难难度中的困难难度，你可以管它叫天王难度了啊。所以说这个 BOSS 的血量，就是你攒多少个，对吧？你攒多少个子弹和手雷，你都秒不掉 BOSS。你秒不掉 BOSS， 那你的这个容错率呢就变得，对吧？特别的低了。基本上呢就各种，对吧？被 BOSS 戏耍。你像我这个智商啊，基本上被 BOSS 戏耍就不用多说。好，在这里呢，慢慢靠这个走位去躲。这个直升飞机的血量非常的多，但是它通过你看，就通过慢慢的走位啊，射击类型游戏啊，无论是这个 STG 啊，还是说像这种类型的横版的，还是说像这种带有一定冒险的这种啊，反而是走位有很多人为了躲子弹啊，就非常大幅度的调整自己的移动啊，尤其是这种飞行射击的这种游戏，横版竖版的，就其实你慢慢走的好处是，敌方根据你的当前的位置，它发射的炮弹是有规律的。如果你快速移动，反而就容易被这个不好躲子弹，它的这个 BOSS 发的这个变数就非常多。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走的特别如果你走的这个特别慢慢走，反而呢你就容易掌控，你通过自己的走位就可以让这个 BOSS 啊，或者说一些精英怪，它的这个射击的它对你造成伤害的这个射击的轨道呢就被你掌控了啊，所以说就比较实在嘛。好，大家看看，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96号悬浮铁道游击客机啊，上面装的是它能悬浮啊，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坦克，这坦克呢也是比较劲儿啊，这个坦克能炸出来东西。它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炮弹啊，都是一直在节省，该扔的时候扔，该松的松，该紧的紧啊，对吧？好，小跳弹，这个小跳弹啊，就是应用这一关卡的啊。这个炮弹呢，它是可以跳，一跳蹦过去啊，而且呢，这个可以直接跳过这个火车上面的那个障碍物。好，这个很多人都了解啊。如果要是进入的话呢，一定要进入这个超能坦克啊，比飞机猛啊，比这个战斗机猛。但由于咱们是进载具的啊，就不吃。从这关开始啊，如果有载具的话，很多民间高手照样可以一命通关啊，不用多说。即便是1v2难度，对吧？他也照样是可以利用这种无敌战术啊，去龟死这个 BOSS。因为合金弹头的时间啊，其实还是蛮够用的啊。当然呢，合金弹头5代最后一关的时间就不太够用了。如果你小米加步枪，
是吧？你想打死最终那个死神猫，那确实是费时间，因为1v2版本的那个血量啊多的跟狗一样。好，这个地方呢，很多人说他在干什么？他在等这些飞机走。这是一个小剧情杀啊，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说你要把它打飞的话呢，可以迅速过关；如果你不去浪费子弹打它的话呢，它过一会儿也会直接飞走。这是一个设计，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它这儿浪费子弹。但有的地方呢，你不打它不会走的，像这2个飞机就应该给它炸掉。OK， 来看看啊，传说中的这个蜘蛛侠里面那个章鱼博士的那个机器啊，这个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也是 Modern 将军的这个大杀器。应该说啊，它的这个伤害能力比较一般。首先呢，就是燃烧弹啊，但是这个燃烧弹呢，并没有起到燃烧效果啊，只是一个落地炸完了呢，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呢，再呢就是一个机枪，对吧？扫射啊，也就那么个情况。然后坐地呢，可以把人压死。如果开坦克的话呢，可以直接这个骑到这个 Modern 上面去啊，骑到这个机器上面去。当然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挨打，直接飞上去也可以。好，直接2个手雷。这里面一球的时候，哎，这还是浪费2个啊，但是感觉无所谓啊。前面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啊，基本上50多发手榴弹，我还炸不死你丫的啊，对吧？我50发手榴弹，我炸不死你，我对吧？那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嘛啊。OK， 可以看到啊，前3关你可以看到啊，第1关呢虽然说这个秒掉了，也可以看出来 BOSS 的血量确实变得海厚。第2关呢，基本上就完全没得说啊，就是你秒掉之后呢。对吧？你就得等补给。第3关也一样。如果刚才不是给他这个2个手榴弹的话呢，基本上啊，你也秒不掉啊，还得再归一会儿。但是呢，也一样啊，其实就是他这个方案里面设定的就是给你2个手榴弹，对吧？这个当然呢，即便不给你，你归死这个 BOSS 也没什么好说的。真正的难点呢，我觉得就是倒数第2关和最后一关啊。倒数第2关的话，如果没有这个载具，那么玩起来会特别累。虽然说啊，也照样是可以，通过这个套路啊，去完全的躲避敌方的攻击，然后呢抽空呢对 BOSS 进行输出。但是最后一关啊，由于最后一关的 BOSS 呢会召唤这个小火星飞碟，那真心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有点难度啊。这个对于高手来说也不行的，对吧？这个难度呢如果你不用载具，难度呢是堪比这个。合金弹头3代的那个太阳神啊，当然比太阳神肯定还是要简单一点啊。好 ，OK， 可以看到第4关音乐非常好听，我们照样的跟着这个节奏啊，吃了一堆补给，27发手榴弹，还有200多发的这个 Harry Machine Gun 啊。这里边合金弹头系列啊，反正是我狼解说的也有100部了吧，我觉得至少100部啊。所以说呢，基本上懂的人、看的人啊都懂。可能大多数人听我就是听唠叨。最近做那个新节目啊，新节目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做的不能太频了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呢，包括像做街机闯关类的这种杂谈类节目，或者说像我做的这4部拳皇97啊，3部拳皇97，应该说4部吧。第1部呢，就是仅仅是一个蝎子啊，仅仅是个蝎子。然后呢，咱们可以看到，再往后啊，基本上可以多做一些有趣儿的杂谈、小故事合集系列的啊。这种短视频呢，也是应时代而生。然后呢，其实做起来也相当累，它比较烧脑啊。很多人说我狼，你是不是也要念稿的啊？其实念稿呢，那是必然的啊。就是我狼呢，虽然说不是纯念稿，就是把这个视频呢做出来，然后呢，这个视频你得写一定的大纲，然后根据这个大纲唠嗑嘛，要不然你没办法的，对不对啊？这个跟大伙儿说一下。但是事实上，对于我来说啊。我更适合说现场刀逼刀，对于我来说才是啊，我现挂玩的比较好啊。你让我真写稿，可能对于我来说也不是那么回事，但你又不写又不行。好，可以看到这里面有燃烧弹，这个 BOSS 呢是整个游戏当中的对于高手来说最简单的 BOSS 之一啊。他作为第4关的 BOSS 已经是对吧进阶 BOSS 了，结果还是那么不堪一击。他不仅呢这个虽然说是多形态啊，但是他的不仅这个防御力低，而且呢这个攻击频率还比较傻。你看。基本上啊，就对咱们造不成什么太大的伤害，对吧？尤其是像咱们正常躲可以躲，也可以选择像刚才咱们知道那个通过那个大柱子来卡住这个 BOSS 的攻击，让自己完全处在一个无敌的状态。而且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它防御力非常的低啊。虽然说它第一形态的很多的这个小飞炮呢，感觉好像啊挺讨厌的啊，有这个抛物线的这个慢性子弹不好躲，但是呢不好躲，太保躲不了，高手是最简单的躲这个。然后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开局利用无敌时间啊，咱们再补充一下刚才说的那个啊，就是
它一旦形成炮筒之后啊，那就跟个大傻子似的啊！你别看这个咱们玩不会玩，那高手就感觉这个 boss 不用防啊，真的不用防，就跟锤子一样啊。然后同时呢，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你这些这个你倒是有点防御力，而且这是1v2版本啊。你这要是原版不是1v2版本，那 boss 早就死他妈800回了啊，对不对？1v2版本都那么脆啊，血少啊才是最弱的一个点。而这里面也跟大家伙讲啊，其实按照我个人理解啊，就是血多确实是硬啊。咱们想当年玩，对吧？玩什么地下城与勇士，还是说像现在咱们玩这个很多的这个游戏啊，比如说对抗类的游戏啊，MOBA 游戏，对吧？这个肉啊很重要啊，因为它容错率特别高。当然，这个闯关游戏的血量也是一样啊，它浪费你的时间不说，而且呢，尤其是合金弹头啊，这个 BOSS 设计的就是说，它越是到残血的时候呢，它的攻击啊可能就会越，它的攻击频率啊，还有它的这个速度啊都会增加，所以说也挺难的。包括咱们说那个太阳神嘛，太阳神之所以难，就是你快把它打死的时候，它没死，它一旦召唤出小黄色攻击，那对于咱们来说啊，无疑是。即便是高手也不是很好躲，有的时候运气不好是躲不过去的啊。所以说合金弹头的难点是在这儿，一旦他血多了之后，这个 BOSS 就可以利用这个他狂暴状态，然后来打压咱们啊。这有的时候真心不好整。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说你确实是你新手你看见血多了，那你咋整啊？你就只能说，对吧？你只能说给这儿扯。好，可以看到啊，这个屏幕背景有这个。火星的小飞碟，而且这个飞碟居然还会瞬身之术，它悬浮那个啊是后期的，刚才你们也看到了有瞬身之术啊，这个科技非常的凶狠。其实游戏呢无一不暗示啊这个火星人的阴谋诡计啊，火星人跟摩登将军啊合作，其实呢他的目标呢是侵略地球，是吧啊？这个参考这个独立日的这个剧情也是没得说啊，他就是干啊。OK， 来看看，跟着这个打就行。然后15万分到手，分数啊，对于合金弹头来说啊，没有什么对吧？实质性的用处啊。当然，我们摊分的用处就是分高。实质用处呢，你像三国战记、什么三国志啊，它可以通过，包括恐龙快打，可以通过分数呢给咱们自己呢加命啊，也是挺重要的啊。但是这个游戏就没有。如果这个游戏可以给自己加命的话，那么一命摊分啊，可能还会有新的套路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分数呢，纯就是一个荣誉啊，荣誉系统。OK， 来看看这边一顿滋，噔噔噔噔，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多管这个关卡呢叫所谓的这个倒数第2关，是吧？这一关呢，其实这一代本身就是已经有了这个传说中的这个生化的这个系统，但它跟丧尸还不一样。大家伙了解啊，生化危机呢，其实对吧？咱们都说是丧尸为主，但是呢，它里面还有一些怪物啊，对吧？比如说暴君之类的啊，这个里面也是啊。它虽然说并不是暴君，但它也有这个像那种爬行的这种怪，反正看起来也是挺逗啊。好，来看看一顿滋。这个坦克啊就专业了，这个坦克是传说中的这个合金弹头1代的这个左右双 BOSS 的其中之一的感觉啊，还可以发射这个飞弹。好，由于现在呢就没有什么这个武器系统啊，他们该猥琐还要猥琐，该省要省。这里面有自导导弹，这个武器啊是整个游戏当中啊攻击力非常低的一个道具啊，跟这个跳弹呢还有这个小车啊都差不多。但是呢，这3个子弹呢，虽然说攻击力也非常的非常的弱啊，但是呢，它这个攻击范围和攻击效果强。比如说小车呢，可以在地上跑，然后撞到这个人之后呢，可以直接炸一片。小跳弹呢，就可以跳过障碍物，对吧？啊，直接跳过障碍物就比较好。然后呢，这个自导导弹呢，这自动跟踪啊，这也是有好处的啊，是吧？啊，所以说呢，让你方便。但是呢，并不是让你那么强。这里面可以看到全程小加步枪，好像没有连发的感觉啊。没有连发的话，可能就慢一些。这里面因为是1v2版本啊，所以说你小米加步枪想要打掉这个车确实挺难。
这里面可以看到他过来飞刀的这个小兵也挺恶心。有的时候啊，该扔雷是要扔雷的，如果不扔雷的话啊，这个容易被这个容易这个手速不够，然后被这个地铁给挤死。好，可以看到这个榴弹，G 的这个子弹，榴弹炮的伤害呢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呢，其实大家伙了解啊，傻干单体伤害最高。如果按照这个持续输出的话呢，是燃烧弹这个比较好一些，大型燃烧弹啊，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大 F。然后呢，再呢就是说，再呢就是这个榴弹了。榴弹这个炮呢，是单体伤害的确实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它优点呢是射速特别的快，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榴弹炮啊也是挺好的，因为它射击离近的话呢是无断续的，类似于像这个激光一样。当然，激光呢它的伤害呢并不是特别高同时呢，再有一些很多人说什么伤害高一些，后面几代的伤害还可以，比如说 T。对吧？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 Z， 就是那个像一个像刀波斩一样的当然那都是后面几代的这个系列的东西了咱们就不说了OK， 来看看这边呢是一堆猜门。总体来讲呢，由于咱们不能用载具所以说这关的关卡呢是一个挑战这关呢作为倒数第2关的 BOSS， 它的这个血量呢也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呢，一定要想好一个方案。这里面呢 ，F 这个子弹呢，其实打这关的 BOSS 呢，虽然说伤害也很高，但是特别考验技术。它是跳起来朝下的时候开枪，然后呢，这个在马上落地的一瞬间再开第2枪，打出双点伤害。如果你打慢了、打快了都不行，所以说这个 F 这个子弹这个燃烧弹 F 这个子弹呢，一定要运用的好。最主要的输出效果呢，就要靠这个手榴弹了，因为手榴弹呢，它是一个抛物线往下扔，一定会扔到地。它扔到地，那是吧？就是打 BOSS 的主要输出手段，对吧？现在来讲是50多个手榴弹，一定要留着。然后呢，同时呢，可以看到有26发这个燃烧，然后这里面有2个老头，3个老头68个手榴弹。载具不能扔，一定要等对吧？一定要小心它的这个攻击。好，你可以看到这是2发，跳起来1发，然后马上落地的时候再1发，但是你时刻要注意它的这个追踪的这个是个小球。OK， 好，这2发是满点打满这些伤害的话，对于这个 BOSS 来说伤害是很高的。它的攻击效果呢？一会儿呢会变成这个，一会儿会变成散弹雷光这个也不叫雷光球你可以管它叫球形闪电，可以吗？然后呢，也可以管它叫什么？好，直接吃这个阿尔的子弹。这个子弹呢，虽然说是火箭炮，但是呢，它的伤害非常的低也就是一般，并不是特别的高。可以看到现在的手榴弹一直往下狂扔，这个 BOSS 的这个形态呢，只是暂时破损。你可以根据它的破损程度来推算它现在有多少血，当然也可以开一些这个相关的游戏插件来显血这个呢，开这种插件呢，我并不认为是所谓的作弊但也不能说不作弊，反正你开了就是开了但是如果开了的话，好，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这由于留了好多的手榴弹而也可以看到其实还富裕了12发。主要是燃烧弹基本上打满了，然后呢还跟上了很多的手榴弹，这样的话导致这个下水道的这个机器直接就被搞定，所以说还是对于高手来说没什么难度不要载具呢，一定要考验自己的跳位和走位。你看它好像挺简单的，当你玩的时候就不是那个样了。OK， 来看看传说中的最后一关，一上来先吃一个 H 的子弹。利用这个无敌时间赶紧往前走，正常很多人都是利用无敌时间往前走，快速的走，不吃这个 H 是不是然后可以最起码能跳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他为了吃这个 H， 所以说呢，这个少了一点点的无敌时间，这个一定要归我跟大家伙讲并不是说这个高手就可以肆意妄为，有的时候呢，该忍是要忍的。OK。来看看这个老头你看老头被拴在柱子上，然后手是背过去的，然后他向咱们招手喊的时候呢，背后从手伸出来，然后呢跟你招手还能喊，然后呢喊完之后再把手再背回去这绝对是黑色幽默无敌了都当当当当，好，
这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想当年小的时候在这里啊，你只要往前冲，那死老惨了。正确的玩法呢，像这个高手这么玩没毛病。小的时候吧，大家伙都不愿意归啊，谁都不愿意归，都觉得我这么猛，我要勇往直前。其实该归要归的，很多人说那有时间限制，我归我不是死的老惨了？哎，还真不能这么说。你这个游戏时间相当于没限制，你看到这又重置了，变成60秒了啊，对吧？好，跳起来朝下躲他的身边，离他近呢，他也用近战，就像咱们用刀一样。但是呢，反而啊，你这么一整呢，对吧？哎，他这个鞭子还真抽不到你。好，利用这个炮炸的话也能崩到他，但是呢，这个伤害真的是很低啊，伤害真的是不高。好，可以看到斗智斗勇啊，已经变红了，直接打爆落地。See you and hell。OK， 直接一顿吐骨头啊！哎，直接还有什么性感？直接走。这里面，这个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啊，感觉不会打这个艾伦啊，不会打这个锦江。锦江呢，其实啊，真的是作为一个小 boss， 他太深入人心了啊。他就是你基本上每代里面你都能看到他，是不是？这包括合金弹头 A， 也就是说在这个掌机里面啊，在这个 GBA 里面都有他啊，而且他还非常贴心的戴上了假发来蒙混过关啊，就非常的有意思。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可能艾伦啊，也就是这个锦江啊，他的这个人气可能比这个谁还高啊，比这个 Modern 将军还高的感觉啊，因为一看他之后就感觉特别搞笑。也像个土匪一样，是不是啊 ？OK， 进入到了最后一关的第2个环节，打到了敌方老巢，而且可以看到有很多非常经典的这个元素，影视里面的元素。你比如说这里，哎，这个飞碟是吧？啊，有点像这个被物理捕获的，结果这个飞碟呢落到这儿呢，被当成踏板了啊！其实这地方有难度啊，如果是当时的3进玩法啊，是有难度的，进人质进人质、进刀、进雷的话是有难度的啊，所以说刚才那个地方一定要忍，而且这个小兵非常的霸道啊，各种撇这个花式手榴弹，但是呢，终归还是能过去啊，但是一定要忍，你不能像刚才这么嚣张这么冲，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好，这家一顿蹦，哎，这蹦来蹦去的啊，一顿小飞手，这啥呀？这是啊。这感觉你们咋的？你们是蔡徐坤呐？这是练习时长2年半，一顿蹦蹦跳跳的啊！这背景音乐一定要换成公母鸡个小鸡小鸡小鸡么么哒，就一换成那个，我跟你讲，这必须的啊 ！OK， 其实这个地方呢，相反啊，这个在载具这一块呢，如果进载具啊，大家伙了解一件事啊，它。其实，在平常的时候没有载具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不进，对不对？当然，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有载具呢啊，它不光说是给咱们能续命、能无敌，主要载具还有一个呢，就是载具的攻击力啊摆在这儿。它的这个机枪首先呢就是无限的，同时呢它还给你赠送这个默认的手雷。如果你选择用载具自爆，还能再打出一个高伤害，对吧？啊，这个帮助咱们节省资源嘛，对吧？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啊，你用载具的时候呢，有手榴弹，你也是跳出来用人去吃完了之后再跳回去，对不对？所以说有载具的话，还有一个优势啊，就不光是给自己带来这个无敌效果，主要的原因呢，还给你自己节省补给。到时候因为有的 BOSS 啊，你即便你有载具，你到地方它自动就下来了，不让你带着载具去打啊。所以说你没办法啊，你只能说是吧？这个可以帮助，反正是帮助自己省这个资源啊，这就不用多说。好，这个火星人跟这个 Modern 将军的士兵啊在一起，他们没有互伤啊，还是比较神奇的啊。感觉这小兵给人蹦来蹦去扔手榴弹，就感觉非常喜感啊，怪怪的啊。好 ，OK， 当当当当当，这里面呢，这个高手啊特别了解这些小兵发射的这个子弹什么时候消失。你像包括这个车，它会走到哪儿？很多人说，哎，差点刚才那个位置怎么没把他给压死啊？他就知道在那个位置上，这个车就会自动刹车，他就会停，他死不了。所以说很多高手啊，他也是对吧？对这个游戏版啊特别的熟，知道怎么样呢？这个在哪个地方是无敌的啊？这个敌方小兵的走位在哪，他都完全了解。好，这
个地方呢，他留的是燃烧弹，而不是去吃那个傻干。这个燃烧弹一会儿可能我记得应该是还有吧啊，反正燃烧弹非常重要啊，打这个 BOSS 就是靠燃烧弹。所以说 BOSS 有2个形态，第一个形态呢球球，这个大球啊并不是特别难打，虽然说它也能放出这个火星人的小飞船，但是它并不是很难打，因为咱们有个房子可以方便咱们去站在制高点，但一旦这个小球落地呢，把这房子一砸，你就没法说了，对吧？好 ，OK， 梆梆梆梆梆梆。OK， 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大炮车啊。总体来讲呢，咱们应该看得出来，它是想一口气儿，对吧？一发子弹把两个兵一起打，然后呢能用刀就用刀，这用来节省资源。而且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精英火星人呢，基本上呢你离他近呢，他对咱们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虽然说他也是这个血也挺厚，需要卡4刀才能卡死，但是还好。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有补给啊。可以跳上去补给，啊，没有啊，这上面是娃娃啊，我以为有补给呢啊。好，直接来到了最后一个关卡的这个 BOSS 处，可以看到天上都是有这个一片战火，天上都已经形成这个战火云了。但是这个 Modern 将军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呢啊，感觉自己萌萌的啊。biu biu， 啊，牙口不错啊，他这牙口不错哎。好，直接一吸一上，哎，回头瞅你一眼，下巴壳都掉了啊！当然，这个摩登将军其实很惨啊，他在合金弹头3代里面直接被抓去电疗，1秒钟电一下啊，老惨了。好，因为有这个房子，所以说感觉挺简单的。他放这个雷呢，咱们也可以躲过去啊，随便跳。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呢，就是福利啊，纯福利。所以说呢，他制作的这个人呢，他也给你点好处。你看这个房子挺赖的是吧？一会儿给你自动给你砸掉了就不赖了。好，他准备一发子弹都不浪费，然后把所有的手榴弹全留着来打第2形态。OK， 可以看到小米加步枪，这个手榴弹啊是重中之重，一定要省啊。跳，哎。OK， 可以看到背景后面啊，这个火星的这个小飞船，还有这个 Modern 将军这个飞机还在打。当然，好像这个还是飞船猛一些。哎，手榴弹一定要打它它飞出来的这个哎这个兵，哎呦差一点儿，这个兵一旦飞出来2个就已经很棘手，飞出来3个那真心难受了啊！而且你用小米加步枪打它还得打半天，用手雷还得扔好几个才能给它炸死。你可想而知啊，真的是很恶心。但是呢，这个母体飞船一出来之后，跟这个球一合体，它还会召唤这个，而且召唤的非常多。不过呢，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咱们还是有机会能挡住的。比如说，咱们可以利用这个 Modern 将军的小兵，还有对吧？小兵他有这个盾牌啊，还有他一些这个其他的，包括这个军车什么的、坦克什么的，你去躲在他的身后去躲。好，这个地方一顿扔，可以看到啊，你第一时间不炸掉会很难的。好，目前来讲，哎，有这个盾牌的可以用盾牌来帮咱们来躲。这个地方很恶心啊！赶紧炸！有难度啊，看没看见？3个了，有坦克，坦克可以帮助我抵挡一些子弹，可以帮我抵消一些子弹。如果不用这个坦克的话就很难。还剩7个手榴弹，没有手榴弹了，但是有好多的 Harley Machine Gun 啊，有载具。这个载具给了，说明它已经到达另一个阶段，但是咱们不能用车去躲，扫射一下。哎，赶紧看没看见这个难度啊！再扫射，有个发气功的老头儿，我们看看这个位置要通过走位，赶紧走。说实话很难啊，这个地方。跟着这个车，然后车要撤退了，没有撤退可言。这 BOSS 还有多少血？3个，看没看见？蹲，好的，这个操作技术可以。坦克，用坦克再来躲，又给了一个导弹车啊，不，导弹车去了啊，非常的惊心动魄。没有这个坦克啊，他没有帮挡的了，没有帮挡的了，很难受。
你看这个最后一关的 BOSS 的血量啊，真的不是给你嘻哈的。好的，终于打爆了，用了34分钟啊，34分钟20秒不到吧啊，通关。虽然说谈不上速通，但这个游戏这已经打得很快了。没有载具的话呢，就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也对吧，不能在前期帮咱们节省资源。当然了，有惊而无险。再次感谢我们的车手不需要女人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么一个精彩的节目。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儿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